下午的戏拍不成了，据说沈导在片场大骂魏婴不是东西，而魏婴则舒服地趴在保姆车的小床上，享受小特助的按摩服务。江澄和助理绵绵闻讯赶来，一天不惹事你就浑身。江澄直接推门上车，然后铁青着脸出来了。门口的绵绵没来得及发问，江澄低咒了几句，扭头便走。什么情况？绵绵只好自己进去。好，蓝湛，帮我揉揉，摔那下可疼了，一定是轻了。这是魏婴的声音。绵绵进去就看见一个十分俊俏的小帅哥，想必就是新来的特助，正冷着脸坐在一旁，双手按在魏婴挺翘的屁股上。绵绵，我不会被灭口吧？魏婴和特助很坦荡地看过来。绵绵支吾道：啊，那个，听说魏哥摔了，我拿了药油来，多谢。蓝湛一手接过药油，一手把床边的帘子拉上了。这虽说是接下来擦药的地方，可能不太方便吧？这被人后来居上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明明我才是跟了魏哥大半年的助理，他是今天新来的呀。绵绵下了车，思绪恍惚，顺便帮他们拉上了车门。片场休息时间，蓝湛给魏婴搬来一张宽大的竹椅，这在拮据的剧组场地堪比豪华沙发。魏婴开心地坐上去，大呼蓝湛贴心。一旁的花城去着他们。于是等谢莲过来的时候，休息区多了一张竹榻。天气已凉，冷风阵阵。蓝湛给竹椅铺上洁白厚实的软垫。花城皱着眉，至于吗？都是男人用不着这么娇气。娇气？蓝湛似是有些意外，家里都有铺的。他的本意是魏婴也给他的小猫窝铺得很舒服，但是花城显然误会了，以为这位助理连魏婴家里都会打点好。输了呀，花城心想。于是竹榻上铺了层棉被。谢莲顶着巨大的围观压力，勉强坐在竹榻上抱着被。花城还不知死活地把谢莲的双手捂到自己怀里，那香蓝湛往魏婴怀里塞了个暖手宝。花城在点心房订了糕点，递到谢莲手上时还冒着刚出炉的热气。蓝湛从包里掏出魏婴爱吃的辣条和鸭脖，顺便递上一保温杯，据说是自己炖的养生汤。花城用溺死人不偿命的声音给谢莲深情款款地唱情歌。蓝湛教魏婴演吹笛子的戏，现场给他吹了一曲，十分动人。花城差人买来顶尖的普洱茶，还不忘以谢莲的名义分享给剧组的小伙伴们。蓝湛不知从哪掏出一副上好的茶具，用电水壶烧了水，当场表演了一套行云流水的关公巡城，还不忘谦虚道条件有限，没有好水。最后花城使出杀手锏，往谢莲脸上亲了一口，吓得谢莲赶忙捂住脸，偷瞄有没有记者。蓝湛，人类真是不知羞。围观的工作人员十分好奇这个新出现的小帅哥，偷偷问魏婴：魏哥，这是你助理吗？业务能力真好。从能力上说，确实是实权助理没错，但是蓝湛毕竟是蓝氏总裁的亲弟弟，长得又这般好。魏婴估摸着他其实是来剧组体验生活，长长经验，未来准备自己出道做演员，于是否认道：哪里，他就是个弟弟。我是说，他是我远房表弟。蓝湛听到议论自己，纳闷地看过来。魏婴冲他一笑：蓝湛，今天辛苦了，晚上收工别大老远跑回家了，去我那被一起睡啊。好。蓝湛下意识答应，心里咯噔一声，糟糕，太好了，介绍我家小可爱给你认识。魏婴露出狡黠笑容，说起来，他还是没有完全压下疑惑，蓝焕蓝湛两兄弟的出现太奇怪了。收工的时候已经9点多，魏婴一转眼发现蓝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，这还是他第一次丢下自己先走。魏婴果断打了个电话过去，电话很快接起来，是一个年轻清朗的声音，却不是蓝湛，道了声你好，魏先生吗？魏婴疑惑地挑起眉，你好，我找蓝湛。蓝氏这边有些突发事宜，蓝湛先生正在开会，嘱咐说魏先生忙完可自行回去休息，不用等他了。那声音道，这么晚开会骗鬼呢？魏婴心里的怀疑又噗噗地开始冒泡，你是？啊，抱歉。魏先生您好，我叫蓝苑，是蓝湛先生的助理。我竟然是有自带助理的男人，魏婴想，可把我自己牛逼坏了。蓝氏大楼离演员们住的酒店更远，不管这蓝湛是真是猫，魏婴都不舍得让他开完会再跑一趟了，
只得放弃。第二天一早，魏婴就把绵绵拉到一旁，特地嘱咐他今天一定要帮自己牢牢看住蓝湛，别太刻意，但是晚上看紧他，别让他先跑路。魏婴跟绵绵咬耳朵，一杯热豆浆冒出来打断两人的谈话。魏婴嘿嘿笑着接过，蓝湛顺势挤到两人中间，把魏婴带走吃早餐了。独留绵绵在原地淫笑，多好的差事！蓝湛最好晚上抓紧开溜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抱紧小帅哥开一把油。可惜今天蓝湛很乖巧，除了10点的时候突然撑不住，在椅子上打了个盹儿。11点收工的时候，蓝湛悠悠转醒，乖乖跟着魏婴走了。生活不易，绵绵叹气。魏婴一路把蓝湛带回酒店，打开门带进屋，锵锵锵锵，看我家小可爱。过了10点，猫窝里应该只有2只睡美猫了，然而魏婴定睛一看，只有1只。哎，湛湛呢？这么容易就暴露了吗？魏婴脑袋一格一格地转向蓝湛，一双眼睛充满质疑。后者一副不明所以的表情，只得礼貌道：“看上去很可爱。”顿了顿又道：“我可以抱抱吗？会不会吵醒？”演，接着演。魏婴胸有成槽：“你抱呗，你自己亲哥抱醒了能咋地？看幻喵平时那地空样，说不定在你怀里幸福的打滚。”不知道是不是内心咆哮声太大，卧着的猫咪动了动，醒了。小脑袋抬起来，一双流离的浅色猫眼还泛着迷糊。艾玛，这只是湛湛呢。魏婴一惊未平，一惊又起，颤抖的双手把猫抱起。所以蓝湛是真的人，湛喵也是真的喵。所以果然是自己玄幻看多了，入戏太深吗？直到两人先后洗完澡，并排坐在被窝里，魏婴还在怀疑人生。湛喵醒来后似乎就来了精神，在魏婴腿上窝了一会儿，被主人递给蓝湛也没有任何异议。蓝湛只得接过，看来他很喜欢你哦。魏婴道。蓝湛一手搂猫，一手顺着猫背轻轻地抚摸，湛喵舒服地眯起眼，从坐卧顺势趴到蓝湛怀里，摊平成一张猫饼，隐约发出满足的咕噜声。魏婴突然觉得不是滋味，湛喵不是除了自己谁都不让碰的吗？他皱皱鼻子，酸溜溜道：“话说他跟你同名诶。”蓝湛点点头：“你说过了，眼睛颜色也跟你一样。”魏婴道：“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是他成精变的。”蓝湛手一顿，湛喵跟着打了个哆嗦。没办法，实在是太巧了。他哥哥跟你哥哥也同名。魏婴突然想起哪里不对，等一下，那我家焕焕呢？魏婴说着就跳下床要找猫，被蓝湛一把拉住，牵扯之下，湛喵被带得一头栽进被窝里。你不知道，焕焕很守时的，一般7点半就回家了。蓝湛赶紧想借口，猫一直都是白天出门，晚上回的吗？倒也不是。魏婴想了想，以前是不出门的，突然有一天开始上下班了。蓝湛道：那也可能突然加班呢。